曾幾何時5月35日、4月65日、8平方呢啲密碼，只會喺神州網絡上出現。香港人過往光明正大講呢兩個數字，而家就令人緊張到要用行動令佢消失。見證嗰個時代嘅香港人清楚知道1989年天安門發生嘅事點解同香港已經冇辦法分割。當年5月，香港歷時8個鐘嘅百萬大遊行，喺跑馬地出現過嘅明星，大家到依家都仲記得。Going to march, Tiananmen Square. Why? I think this is my duty. 廣場上嘅聲音亦都呼應住香港人嘅核心價值。最後流血收場，但係1990年開始喺維園點起嘅燭光，每一年都悼念當晚出發找最愛嘅生命。但係冇人諗過2019年好可能會係呢一場全球最大規模嘅6·4悼念晚會嘅最後一次。多年嚟，天安門死難者嘅遺屬會因為維園嘅萬千燭光得到安慰同埋勇氣，繼續堅持為摯愛平反。每年天安門母親都會拍片送去維園播放。過去3年嚟，佢哋冇咗最大嘅支持，受嚴密監控嘅日子又係點樣捱過呢？過去1年再有7位死難者家屬離世，34年嚟累計有超過70位喺爭取查明真相嘅過程中過身，留低遺憾。今年維園再一次冇悼念。但係天安門母親嘅成員張景利照樣拍片，繼續訴說當年丈夫有份被槍殺嘅歷史悲劇。在這漫長的30多年中，生活的困難我都可以忍受承擔，心中的苦難沒有地方申訴，精神上的痛苦一直在伴隨着我。34年過去了，直到現在我仍然不能理解，在這和平的年代，有什麼事情一定要使用全副武裝的軍人、坦克、真槍實彈，在北京的街頭，在天安門廣場，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才能解決嗎？作為一個死難者的親屬，我相信公道自在人間。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每一個活着和逝去的成員都有一個共同的心願，要求政府就當年的屠城慘案給難屬們一個交代。維園冇燭光，民主女神像失蹤，國殤之柱被扣押。支聯會解散，亦都有當年嘅見證人而家喺監獄，面對無形嘅洪荒之力，嗰個夢會唔會死？自由仲會唔會開花？民主會戰勝歸來，民主會戰勝歸來，白髮斑斑情義深似海。6·4夜，地球上最閃亮嘅燭光，只能夠喺維園發光芒30年。過去3年嘅維園，由燭光四散到再次面對黑暗。呢3年冇集會，當局話係因為疫情下嘅限聚令。今年全城復常，但維園依然唔會有悼念，仲會由白事變紅事。康文署今個月初批出場地俾由26個省級同鄉社團聯合舉辦嘅嘉年華，佔用維園4個足球場同草坪範圍，剩低嘅足球場，康文署話成個6月都要維修。呢個嘉年華係回歸26週年嘅慶祝活動，會有市集同中港歌手表演。建制社團過往會去到6月底先至會搞活動。被問到今年點解要早咁多，日子仲橫跨埋6·4，佢哋就咁樣講。呢啲活動咧長期都搞嘅，咁啱嘅啫，就係我哋申請嗰時佢就批咗我哋呢個時間啊。咁我哋其實香港由治及興之後咧，我哋事實上香港
俾多啲市民喺經濟方面啦。所以我哋搞咗個家鄉市集，大家可以買啲平嘢啊咁亦都由自及興，希望大家和諧社會咁。3年間，仲經歷咗港區國安法出台、支聯會解散，部分核心成員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未有定罪前，仍然還押喺監獄。佢哋學生冇瞓呢，我哋差唔多都係要抱住喺度，驚隨時都有戒嚴，或者隨時都有鎮壓嘅。上到北京嘅時候呢，我發現喺1989年以記者身份採訪民運嘅梁美芬，當年表達感受。成個天安門呢，俾我一個感覺呢，就好似一個小嘅國家，由一啲手無寸鐵嘅市民去保護一啲手無寸鐵嘅學生。到2017年，佢仍然表態話，每次諗起6·4都心痛，尊重香港人悼念。但今年嘅佢就咁樣講。好簡單啦，佢哋嘅嗰啲嘅橫額嘅口號結束，共產黨領導，或者係打倒一黨專政咁樣。即使嗰個場合本身未必係一個示威緊嘅行動咧，其實現時嚟講咧，你發布一啲咁嘅內容嘅橫額啊、掛放出嚟啊，咁咧的確都有機會係一個煽動嘅行為嚟嘅。其實2018年咧，中國修憲啊嘛，咁共產黨咧亦嗰個領導咧係正式寫喺嗰個憲法嘅第1條噶嘛。你以前可以話唔知，而家亦都一定要知，亦都執法部門就唔可以唔執法啦。我唔會話就住一啲即係假設性嘅問題去判斷話做咩嘢一定會犯法唔犯法咧。不過我覺得咧係都值得咧去重申翻一啲現行我哋嘅法律，大家市民都應該要知，我亦都相信知嘅。所以我呼籲市民大眾喺進行任何活動嘅時候咯，都係保持翻個守法嘅意識嚇，明白翻呢係遵守呢啲國家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嘅重要性。行會成員湯家驊就喺 Facebook 出 post 話，法律上個人悼念相信唔會犯法，但若果嗌結束一黨專政，就可能會犯國安法。仲話而家係多事之秋，唔好以身試法。但舉蠟燭悼念係咪犯法？特首嘅睇法又有啲唔同。如果有市民去維園點蠟燭，會唔會容許定係驅趕呢？特區政府多次強調，任何公眾活動或者個人嘅行為咧，都要符合香港嘅法律嘅。政府尤其係執法部門，特別係警方咧，係會針對每一個活動同埋行為咧，係依法去處理嘅。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嘅行為而負責。以上咁多位嘅口中都冇主動出現過6·4呢兩個字。星期一主動見記者嘅鄧炳強主動提到呢一日，但用咗咁嘅形容。嚟緊幾日呢，將會係一個咧係好特別嘅日子。好多人咧會利用呢個特別嘅日子咧，係進行一啲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包括係宣揚港獨，包括咧係想係顛覆我哋國家政權。但係我想話俾呢啲人聽，如果你係做行呢啲行為嘅話咧，我哋一定係會採取果斷行動，會將你拘捕，有證據就會告你，你係唔會有僥倖嘅。4嗰日咧去維園啦，着住黑衫啦，或者係帶住啲燭光，你會唔會話都強烈唔建議佢哋咁樣做？每一個人佢是否係違法咧，係要睇好多嘅因素嘅，包括睇佢嗰個出發點係點，佢嗰個立心係點，佢嘅行為係點。我哋一定會係搜集足夠嘅證據。踏入6月1號，當局有幾重視鄧炳強口中嘅特別日子，種種跡象浮現。前西貢區議員陳家林開嘅士多，上星期出 post 話會有蠟燭派，第2日就有自稱東九龍區嘅警察打俾佢，問佢會唔會申請6·4當日搞公眾活動。之後幾日，屋宇署同食環署亦都分別到場，之後亦有警員上門話收到投訴，佢賣酒俾未成年人士。到6月2號，全日都有警車泊喺佢鋪頭門口。陳家林話冇諗過，原來派發蠟燭俾街坊都係唔簡單。開書店嘅亦都走唔甩，前公民黨區議員黃文軒開嘅書店就有消防同屋宇署人員輪流上門。
前油尖旺區議員朱江偉創辦嘅網購平台，亦都有差唔多待遇。朱江偉話，自從佢向傳媒提過6·4會派蠟燭之後，就收到警方電話查問，環保署、審計署同消防處亦都多次分別上門，但佢話冇明文指明悼念6·4係犯法，6·4當日佢會繼續派蠟燭。朱江偉創辦嘅平台原本6·4當晚喺位於堅尼地城嘅高仙電影院包場睇一套紀錄片，但星期三收到院方通知，話有業界代表提醒佢哋當晚係敏感日子，要避免聚集。院方經考慮後決定取消包場。佢哋原本包場睇嘅係一套講50年代嘅香港文娛發展紀錄片。但專欄作家馮希乾發現喺院方宣傳呢套紀錄片嘅 post 呢個星期中開始出現不尋常留言，同6·4主題相關，話要去戲院悼念，而呢啲留言嘅賬號全部都係僵屍賬號。到星期五，一個個白色嘅攤位帳篷已經喺維園列陣，場內外不時見到警員巡邏。南華早報引述消息話，警方喺呢個禮拜6日單喺維園一帶部署5000警力。香港嘅悼念之路未到平反之日就終止，而喺中國戒備森嚴嘅程度再升級。今年6·4嘅敏感地點唔止係天安門同當年死傷慘重嘅木樨地站。自由亞洲電台報道，舊年出現過反襲示威嘅4通橋，路牌被拆走咗，網上地圖亦都揾唔到呢個地方。綜合媒體報道，異見人士高瑜、胡佳、季峰、查建國等人被帶離北京強制旅遊，亦都禁止同外界聯絡。而近年會舉牌紀念6·4嘅湖南維權人士陳思明就被拘捕。早前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4年嘅法律學者許志永喺獄中寫信，話佢喺獄中都會一如以往喺6·4當日禁食，或其他活動可能被強力阻止，而禁食係身陷囹圄，仍然可以堅持。人權觀察法聲明話，中國正日益積極抹消社會對6·4相關嘅記憶，一同被消音滅聲嘅仲有香港。